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。这张素描呢画的还是非常的仔细，非常认真，也画的很深入。但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，就是比较抄照片，所有的一些细节都是对着照片一点点抄出来的，缺少一定的主观处理，缺少一定的整体意识。你就看这个腹部，这个腹直肌一块一块的，每一块都很突出。包括这个暗部里边的这种亮颜色，这种反光也特别亮。然后所有的这个小块的亮颜色的程度呢都差不多。就是说比较雷同，这样的画面呢，它就会给人一种不整体的感觉。我们看照片里面这一块整体是一个灰面，然后是一个朝下的面，在这个面里边有一些起伏，然后有一些深一点的、浅一点的颜色。那么所有的浅一点的颜色呢，它也程度也不一样。然后最亮的地方在这儿，才能整块呢这个暗下去。然后暗面里的这种反光的颜色也都在暗部里面待的比较稳。而不会跳出来。像这个颜色的话呢，就有点太亮了。包括照片里边这一块，还有这一块、这块都没有这么亮的。在画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去归纳它不同的朝向面，尽量的把它们含到一起，含到一起之后，再在里边去找这个变化。然后呢，它的亮颜色和暗颜色呢进行一个排序，一定不要把每一块的亮和每一块的暗都画的比较接近。你像这块为什么感觉就是每一块都很突出，每一块都很跳呢，就是因为每一个小块上的亮暗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它就会比较平均。暗部里面不要有太跳的亮颜色，而且这种归纳意识一定要有，是吧？把它们归纳到一起，这个腹部这个位置归纳到一起，这里呢是一块凸出来的形，所以呢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明暗变化，然后在这种暗部里边的小亮颜色不要超过亮面里的亮颜色，就是一定要去平衡和协调这些关系这是一点。然后还有就是形上面略微有些不够准确，这边的尖画的稍微高了一些，能从图片中可以看到这两尖的连线是这样的一个斜度，然后在你这张画里面的这个连线稍微略平了一些，就是这边的尖要再低下去，然后这边的轮廓再往左侧偏移一点，要不然的话感觉它肩部的宽度不太够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头的位置啊，你画了这个下巴，就是下巴上的胡子，但这胡子位置不对，就感觉有点奇怪。这个位置呢，它和这边的轮廓比较近，所以说要往这边挪。这个是胡子的位置，从胡子的这个位置可以推断出来它的下颌角在这里，下颌角在这里，脖子在这里上去，这个位置可以大概其推理出来。但是你这个直接到这儿，然后脖子到这儿交叉到下颌角，这个就不太对了。这个其实从照片中可以看得到的这一点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刚才改过的这个地方，这条边画的看起来非常仔细每一个小的变化都注意到了，都是从照片中观察的，这个比较好。但是呢，有一点就是它整体的大的趋势一定要先确定准确。然后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点还有这个点，这两个点连线形成的这个趋势。然后在照片里边，这个点还有这个点，就这两个窝进去的这两个点，把它们连起来呢，这两个位置略直一些，这个略向里面倾斜一些。所以呢，你这条趋势下来，就是对着照片抄出来之后呢，画的就有点太往里凹了，因为凹太多之后呢，它就感觉形不舒服了。所以说那个位置应该往外移。我们一般画的时候呢，要先去确定，然后在这个空白的地方，比如说这边的趋势先找一个大致的方向，先确定好这个方向。在这个方向上再确定每个位置，然后在里边再去找这个细微的变化，这样的一个轮廓呢，它就感觉比较整，有接近模特。如果说你顺着这个上边一点点去抄，确实是能够观察的更深入，能够看到更多细微的小的造型，但是呢，同时也容易失去掉整体，容易让这个形上面产生一些细微的错误。然后看一下骨骼，它骨骼的话，胸腔有点大了。我们看到照片，我从这个照片这个人体中去分析，这个位置呢是它的颈窝颈窝两侧，这里是锁骨头，锁骨头的下边是胸腔上端开口的前面。然后我们要根据整个肩部来推测上端开口的这个形状和角度，还有就是它脖子的朝向。你这个画的有点大的是一方面，还有就是有点正了，它和这个肩的角度不太匹配。
这个是胸骨，它的胸腔在它身体里面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你这个胸腔呢，两侧的轮廓贴着外轮廓太近了，就有点大了。上端的开口呢，不要画太大，确定好角度，然后大小的话呢，比颈部稍微的窄一点点，然后画下来。然后它这一侧的锁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，看起来比较短，因为这个手臂呢，它在往后掰，整个肩部包括手臂都往后掰，所以说这个角度看上去这个锁骨会比较短一些。我们从顶视图上看的话，这里是一个正常位的手臂，然后这里往后掰的是它现在这个动作，正常的锁骨呢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在这个照片里面呢，它就变成了这样，锁骨的这端还在这儿，但是呢，它的外端在往后移，看到的话它就变短了。那价钱上脊的位置在这儿，这边在这里可以，这一侧的坐骨这个位置稍微高了一些，左右要协调起来。